你今天一定帮我发货。上次就是因为你帮我晚发了一天的货，人家就给我了中评。我开网店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有人给我中评呢。你一定要帮我发货，帮我。好的，放心吧。拜托拜托拜托啊！谢谢啊。我马上下班了，你要想买什么，你就自己进去，不用介意。拜拜。最近发生挺多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很多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找谁说。正好你下班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？或者不吃饭，就吃个下午茶也行，或者随便坐哪儿都行。我就是想找你聊聊，行吗？你看我朋友圈了吗？我已经删了。你是不是不喜欢喝冰的什么的？我们要不然点点茶呀？我最近虽然在推销咖啡，可是我研究茶，它品种特别多。洋洋，我找你来，我想跟你说说话。你说。哎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你住我老家那女朋友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她现在跟我说，让我在房产证上加上她的名字。我身边的朋友当时都劝我说，不能让我同意她，我家里人也不同意。我觉得她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我说这结婚之后万一要离了呢？她还是想在我这儿要个保障。所以我现在，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吧？你还想吃点什么吗？我们可以再点点。我不想吃什么了。每个人是需求不一样，可你以前就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些。服务员，再帮我们加点水吧。好。谢谢啊。你知道我家里人一直就跟我说，这钱只有自己赚的才是自己的呢，别人的不能伸手要。以前我想带你去吃好一点的饭店，你都不同意。但人和人真不一样。人跟程序不一样，但是代码都是1跟0。那人跟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们就好好磨合吧，没准磨合以后就好了。怎么磨合？现在不是磨合的事儿。你知道他刚刚来的时候，他本来说来上海看我2天他就走了，结果待了2天他又不走了，非得让我给他找一工作，还得是找那种工资又高，然后待遇又好。你上海哪儿那么好找工作呢？那行吧，你说让我找我就给你找吧。我就托了几个朋友，我给他找了几个倒是。他要么嫌这工作太辛苦他干不了，要么就是嫌这工资不高他不肯去。上海找份满意的工作哪儿那么容易？哪份工作他不辛苦？行吧，我好说歹说，他现在终于不缠着我这事儿了。他是不让我给他找工作了，他朋友来了，一波一波的朋友，有来看病的，有说来上海玩的，还有说来上海探亲的，居然现在也住我家。我就不明白你。我每天工作结束之后，我都累死了，他也不做饭，我回家之后还得给他们做饭去。他怎么就……我这……我是不是跟你说太多了？没有啊。没有。
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有什么烦恼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出来嘛。哎呦，现在我就没法跟他说什么了。莹莹，我知道我不该再来麻烦你，我也不该再来打扰你，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没事儿，你跟我说出来是不是心情好多了？再说了，咱俩是老乡嘛，你跟我说出来没什么的。我跟你说完，确实说的，我最近就一直跟心里憋着，我快难受死了。哎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没事，我就去那边坐地铁。我送你坐地铁。没事，我自己走，挺近的。拜拜。哎，莹莹，要不咱还是把微信加回来吧？还是算了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，躲在雨后春泥中呼吸，没有铠甲柔软的身体，没有暴露在阳光下的勇气，蜷缩毫无防备的身体，躲避展翅翱翔的天地，多想躺在青草边沐浴，多想和鸟儿一起嬉戏。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，睡在洒满金色的大地，落叶给我温暖的棉衣，伴我抵御寒冷的冬季。虽然我是一条小小蚯蚓，你不是说我们还是老乡吗？虽然我很渺小，像毛平平，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虽然我是一条小小蚯蚓，虽然我很渺小，像毛平平，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有一种人，他们注重贞操，但他们只苛求别人，自己却无所不为。古往今来，这种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不少，必须鄙视。二，另有一种人，他们注重贞操，他们严以律己，也以此条件寻找配偶，他们知行合一。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。对于信仰，我无意脏批，尊重选择。三，我原以为你是一。今早的现象表明你可能是二，如果我猜测的不错，说明我原先对你态度有错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可以索要合理的赔偿。四，我的错误在于想当然，因为在当今世上遇见一的概率极大，而遇见二的概率接近于零。当然，我这么说并非为自己找理由，提出四并非否定三。五，因为四可以推测你在接触小丘之时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。你凭地域接近，凭相处态度
断定小秋是严格的2，因此未与接触之初声明你的信仰，导致小秋付出感情，感情受伤严重。既然是你的错误导致小秋感情受伤，你得向小秋道歉。6，因为遇见2的概率接近于0，因此小秋与你接触之初不必声明他的所有背景。在你未声明你是2之前，小秋只可能以普遍的态度对待你。相信你也在这段感情交往中受伤，但小秋不必为他不是2而向你道歉。你指责小秋不是2，甚至隐瞒不是2的事实，此行为有逻辑错误，你得继续向小秋道歉。7，如果你是严格的2，你对人对己应有相同的处事态度。请参考3，严肃思考5、6。如果你否定5、6，便等于否定你是2，你属于1，那么以上3、4、5、6作废。8，欢迎你来电声张3，我不监督与要求你就5、6对我表态。9，欢迎辩驳与补充。哇，安迪，明明是我的错，你怎么写都是他的责任了？这就叫强词夺理啊！我并没有判断你们感情上的对错，我只是在剖析过程，指出程序上的瑕疵，在这个基础上明确你们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。不行，安迪，应勤是个本分的人，咱们不能这么对他。我在第8条写明了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我并没有责备，而且我也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向你道歉。可是番茄说那么在理都没用，你这种强词夺理能有效果吗？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有没有效果，看他怎么做了。安迪姐，应勤是不是真给我打电话跟我道歉来了？那你快接啊！不行不行，我接不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帮我接。你就说我现在昏迷不醒，别说我醒着呢。拜托拜托，你帮我接吧，你帮我接。安免提。Hello，我是 Andy， 不好意思，小秋现在还没有醒，所以我帮他接这个电话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过一会儿再打过来。不用，你也一样。请你帮我转达。我收到了你的电邮，请你替我向小秋道歉，就是你所说的第5条和第6条。而且参照第3条，请小秋提出赔偿条件。果然我没看错，你是个君子。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你道歉，之前确实不好意思，帮着小曲一起对你大打出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可以当面赔偿。算了，这不怪你，是我有错在先的。你说的对，现在能身心合一，坚持做到第2条的人凤毛麟角。我没提前把话说明白，是我的不对，你不用道歉。谢谢你的体谅，我的道歉还是要的，而且你的道歉我也会转达给小秋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你知道，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耽误了小秋买汽车票回去了，所以你可不可以补偿一下？如果你买车票回去的话，帮小秋也买一张，费用我们自己出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自己开车回去的话，可不可以带上小秋？费用我们一起平摊。好，这我来想办法。那太好了。OK， 那我们等你的消息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听见了？他答应了。他答应帮忙解决这件事情。现在车票这么难买，我认为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会开车回去，然后捎上你。所以安迪，你刚才做的那些都是为了我。安迪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谢谢你。
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握住这次机会，我一定把握住这次机会。我的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安迪。把握什么呀？邱莹莹啊，我跟你说，倒追可以，倒贴绝对不行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不用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了。殷勤啊，他是个死脑筋，你要是倒贴的话，还会被他看不起的，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来。你忘了昨晚晚上是谁给你送药了？又是谁设圈套留殷勤陪你一夜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今天早上过来敲你的门是关心你啊？如果你没有好转，殷勤一个人又对付不了你，我正好送你去医院。如果你好转了，正好又跟殷勤发生了点什么，我拉着安迪去给你留一个人证，让殷勤想赖都赖不掉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，帮你，帮你，知不知道啊？你发微信给赵医生说要在他面前揭发我 ，OK？ 我知道脑子犯浑，算了。可是你不能总看不到我给你做的这好事儿，就只听见我调戏你的那几句丑话了，好不好？做人要动动脑子。殷勤要跟你分手，完全是因为你不是黄花大闺女，跟别人没有关系 ，OK？ 这笨到住一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有没有亲？你怎么了？喂？喂？莹莹，哎呀，好啊！喂！吓死我了！你走吧，他这还生着病呢。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那你失恋的时候，赵医生跟你说的也是实话，你什么感觉啊？你别哭了啊！我为什么跟他是邻居啊？居瑶娇，我恨你！他说的话也有他一定的道理。哎，樊姐，樊姐电话，樊姐。樊姐，小秋妍，怎么样啊你？啊，身体好点了吗？我好多了。我刚才在安迪这儿吃了一碗没有味道的面，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哎，我一直打你电话都占线，怎么了？这大清早的啊？你这是热线电话呀？喂，殷勤呢？他早上刚走，把我交给安迪姐了。樊姐，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儿啊？怎么什么事儿到我这儿都那么失败呀？小秋妍，别这么想啊，你性格直爽，心眼又好，我们大家都爱你。殷勤先走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想啊，他心里有个疙瘩，你不能让他心里装着疙瘩，还要勉强跟你笑啊，对不对？等他消化好了，疙瘩没有了，自然就会回到你身边的啊。哎，你不要总想着自己不成功，谈恋爱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啊，对吧？你呀，就听姐的，吃饱喝足，然后出去晒晒太阳，找本好看的言情小说看啊！不要去胡思乱想了，好吗？刚才安迪姐用一封邮件把殷勤劝回来了，殷勤跟我道歉了，说她不该怪我不是处女，还说过节的时候她同意捎我一程回家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哎，安迪写的那个邮件我是真看过，那复杂程度就像咱们小时候学的那个计算机程序一样，难怪能说服这个殷勤。我说我怎么就不行呢？原来是方式方法不对啊。安迪姐可厉害了，她说什么殷勤都听，比我说还有效果呢。樊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好想你呀！快点回来吧。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化郁闷为动力，省得我忍不住也想拿个榔头往邱莹莹脑袋上敲。
你呀，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别人。